10论斤买的中国台湾第一千金遇上了哪家伙炫耀的伪名媛？再说整个画面不要太酸爽啊！我买的是看得到但买不到的，我买的是唯一 only one。你今天就是要让那些井底之蛙看清楚，让你这个悲惨的人生有一点彩色的风。是啊，我们这些个井底之蛙可是谢谢您呢。言归正传啊，在一档综艺节目上呢，王思佳小心翼翼的从这个防尘袋里呢拿出了他引以为傲的爱马仕包包的时候呢，坐他对面的关颖脸上的表情啊开始变得是越来越不对劲了。在这次翻车之前呢，王思佳呢是弯弯综艺圈里最成功的贵妇代言人，她的父亲是律师，从小家境就优渥，后来呢又嫁给了一个做生意的华裔老公，求婚钻戒2.5克拉，婚宴呢摆在了5星级酒店。但是王思佳老公是不是生意人，这个目前是存疑的，因为有爆料称呢，她老公是王思聪妈妈的司机。虽然说听起来很离谱，但当有记者去找王思佳去求证的时候他是叽里呱啦说了很多，但是就是没有否认。其实我认真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那他的工作他要不要说这个是我要尊重他的部分，不能说他今天取一个公众人物，他就要因为我的关系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必须要交代一样。而且我认真的觉得他的事情其实无关这个公众的利益，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份很正常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要因为这些很八卦的原因因为我想知道的原因而我要去交代这些事情，这个就是夫妻间的一种很基本的尊重。但是王思佳的聪明之处在于她将这份富进行了一种戏剧化的包装，而呢就是这样一个这么嘴硬的贵妇，却在那一天呢遇到了她这命中注定的克星关颖。如果说王思佳的富是她后天努力经营出来的一门生意，那么关颖的贵呢则是她与生俱来的刻在DNA里的天命。这关颖呢被称之为是中国台湾第一千金，这个头衔没有半分的夸张。她的父亲呢是日盛金控的董事长陈国和，她的母亲呢是首富蔡万林的亲女儿蔡淑媛。咱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豪门了，这在湾湾是真正的顶级财阀。所以当这样一个一出生就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真公主遇上了那个需要靠大声嚷嚷来证明自己有钱的王思佳的时候，一场降维打击在所难免。在那期呢关于爱马仕的节目里，王思佳很聪明的呢选择了避其锋芒的策略，她分享的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普皮款，而这个关颖呢则云淡风轻的拿出了各种需要配货配到像五花大绑大闸蟹一样的稀有皮和这限量款。然而呢这问题就出在了王思佳那些基础款上。这节目播出之后呢，无数的真阳马人呢在这个网上发帖质疑，这王思佳的那个包邮边呢要比我在专柜买的粗多了，那个锁扣的长度和比例呢也跟我这个专柜货有很大的区别。随着这个舆论发酵有网友呢扒出了他之前晒过了一支香奈儿，正品上呢写的是 Coco COCO， 但他的包上呢写的却是 COOO。 这一时间呢王思佳的贵妇人设是摇摇欲坠他最后的挣扎呢也显得是极其可笑，一边说这个包呢是找代购买的，一边呢又把一个法国制造的包呢送到了美国去鉴定。这场漏洞百出的公关呢让他是彻底坐实了假包贵妇的名号。可王思佳为何非要打肿脸充胖子呢？其实这对于新贵阶层或者是渴望进入上流社会的人来说消费奢侈品的主要目的呢不是为了物质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通过炫耀这些个昂贵的符号来公开的展示自己财富和地位。这王思佳呢就是炫耀性消费的一个完美的范本，他需要通过不断展示这些象征着财富的符号来维持他贵妇的人设。所以这符号的真实性呢对于他来说至关的重要。一旦是符号被证实是假的，那他整个人设就会瞬间崩塌。而对于关颖来说呢，情况则是完全相反。这个奢侈品对于他来说不是用来表演的道具，而他与生俱来的日常。他的地位不需要通过任何一个包包来证明，相反是他的身份赋予了那些个包包更高的价值。而爱马仕这个品牌呢，则更是将这种阶层差异玩到了极致。它独有的配货制度呢，就是一套为真名媛和假贵妇量身定制的筛选机制。你不能直接走进店里说我要买一个铂金包，你必须得先在店里消费大量的就比如说这个丝巾餐具成衣与你的销售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才有可能被配给一个包。这个游戏规则呢，对于关颖这样的顶级 VIP 来说呢，那是日常的消遣；这对于需要靠代购来维持体面的王思佳来说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这有趣的是关颖这位看似是拥有一切的真公主她的人生呢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她也曾像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一样，在爱情里呢栽过跟头。她曾疯狂的迷恋言承旭甚至在脚踝上呢都纹上了对方的英文名。但是这段感情呢，最终却是无疾而终。后来呢，她选择嫁给了一个认识了8年的朋友朱志威。虽然说朱志威呢也是一家公司的 CEO 但是与关颖的家族相比呢，他只能算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这段女强男弱的婚姻呢，出人意料的幸福美满。如今呢，44岁的关颖呢，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彻底离开了娱乐圈，回归了她真正的名媛生活。
而王思佳的翻车呢，则像是一场现代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他用尽了全力去扮演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最终呢，却在一场看似是不经意的碰撞中被打回了原形。关颖在那场节目里自始至终呢，没有说过一句指责王思佳的话，但他的不战而胜呢，恰恰才是最诛心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呢，从来就不需要通过炫耀来证明。当你需要用一个又一个的奢侈品来为自己贴上高贵的标签时，你就已经输了，因为真正的高贵是你自己成为那个标签。